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大家测首发开箱节目啊！万众期待的小米13 Ultra 啊，今年小米的大旗舰啊，超大杯机型，在2023年最重要的一款产品，它终于来了。咱们抓紧开箱来看一看真机颜值到底如何。超级硕大的包装盒。哇，小米13 Ultra 啊，小米徕卡联合研发啊，徕卡的小红标，超级硕大，从侧面打开。确实有着非常厚重的感觉，好像打开了一本巨大的书啊！忘情一刻，徕卡光学，怎么讲啊？好像真的是在打开一台标准的徕卡经典相机的样子。左侧呢是一本摄影师的专刊啊，小米和徕卡。不知道你有多久啊没有认认真真去翻阅一本精美的图册了呢？而且还能闻到那种淡淡的油墨的香味。移动影像决定性的瞬间，一个徕卡标准的相框。实际上呢，我们之前使用上一代的小米12S Ultra 所拍摄出来的每一张照片啊，都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画框效果。我猜想呢，小米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传达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意的一拍啊，都可以成为一张大片的感觉。来到左边重头戏啊，是我们的产品的部分。首先当然是小米13 Ultra 的本体，这边的配件同样很重要啊。拿起这个啊，如果是手机玩家，当然知道它是保护壳，但是呢，如果从相机的角度来看啊，很像是一个标准的徕卡相机，而且这个配色也是经典的徕卡的味道。再到这边啊，还有本次非常特殊的徕卡握把的配件，一会儿呢咱们装上再感受。还有经典的挂绳部分、擦镜布，居然还有一套转接环啊！我严重怀疑我们开的不是手机，开的可能是相机。接下来咱们逐一展示。外包装的全家福先展示到这里，怎么样？是不是很像相机的感觉？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内包装。如果你购买的是我们的标准版本啊，那么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包装盒了。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小米13 Ultra 的字样，徕卡的字样，阻尼很好啊，标准的小米的包装盒，拿在手里还是有一定重量的。数据线充电器。卡片、纸片不做过多展示。首先是充电器本身啊，90瓦的一个标准 A 口，小米私有协议，20伏4.5安的输出功率。线材这边小米标准的定制的橙色接口线材，99厘米的线长。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角了啊，先看手机本体的实机样式。首先正面啊，尺寸方面呢是比较舒适的大小啊，没有过分的特别大啊，或者是很小巧那种啊，没有啊，是一个标准旗舰的造型。那正面呢是一个双曲面，你可以从我们的灯光反射明显的看出两侧曲面的构造。那除此之外呢，需要注意在侧边是比较明显的平直边框，那么两侧在握持的时候呢，手感是比较扎实的。原厂有贴膜，居中有挖孔。我们横向握持来看。这个感觉确实不像我们平常拿着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大曲面的手机的感觉，而是在边框十分硬朗，有点像拿着这种微单相机的这种磨砂边框的感觉。来看背面，这里为你展示的呢是纯白色的版本。不得不说啊，外方内圆的设计确实给人感觉还是相当经典的味道。特别是当我们把整机横向握持过来的时候啊，能明显感觉到好像我们在拿着一台相机的样子啊。这边是一个硕大的镜头，很多经典的相机给我们最终的一个剪影的印象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那背面呢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啊，一边是小米的 logo， 一边呢是徕卡的标志。那4个镜头圈，每一个镜头圈啊都是一个硕大的孔径，没有任何凑数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是下方的补光灯传感器的位置啊，整个背板是相当的简洁，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相比较于其他的机型来说，凸起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我们稍稍再加厚一点，那就是一台标准相机的感觉。另外呢，在凸起的部分呢，给予环状镜头部分有很多的一个精细的装饰，在灯光映衬之下，好像是一个金色的圆环的感觉。我们知道很多经典的相机啊，都有这种所谓红环啊，或者是银色标环的这样一个标志。那么小米呢，采用的是一个金色，上方还有下方一小段啊银色的。在底部的一个圆环啊，2道圆环装饰起镜头圈的这个部分。那再有呢，我们看侧边很明显啊，采用的是一个阶梯状的向上滑动再向下收窄这样一个设计啊，等于说在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类似阶梯状的凸起，但它采用的是一个圆滑过渡起来的，更像相机了，是吧？看完背板再看边框，那这次小米呢十分特殊的采用了平直加侧边大弯曲的这样一个设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后侧的弯曲设计，等于说前边的屏幕的部分呢是正常的
双曲面，而背面呢则是直屏，而侧面呢则是直面边框再加曲面后背边框的一个组合设计，这在以往的手机当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下功能部分，居于同侧的电源音量键，顶部的对称的扬声器、次麦克风以及红外线接口部分，底部的数据线、扬声器以及同侧的麦克风和 SIM 卡槽啊，这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插错位置。来看一下 SIM 卡的构成，标准的正反插叠放式的 SIM 卡的卡槽。由于有防水设计，上方呢是有橙色的防水胶圈。回顾一下整个背板部分的设计啊，应该说是相当的硬朗，而整体来说呢，也确实非常像一台相机的感觉。最后啊，满分100分，请大家给这一台小米13 Ultra 的外观的部分啊，开箱真机颜值的部分，大家可以打一个分数。刚才我一直说了啊，这台机器拿在手里是比较压手的，那么它多重呢？重量达到230克以上啊，确实是不轻。当然啊，目前绝大多数的旗舰机型啊，特别是顶尖旗舰机型，也确实是轻不下来啊。原因非常简单啊，你又要大电池，又要金属材质的机身，还要镜头不缩水啊，能做到这个重量已经是不容易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随机所配的原厂保护壳，虽然呢是塑料材质啊，但是保护壳上面呢还是做了非常细密的纹理，而且在镜头装饰环的部分呢，还做了这种类似变焦环的纹理啊，很有意思。套上之后啊，整个的感觉完完全全换了一个感觉，是吧？而且套上保护盒之后呢，只有边框的部分有银色的露出啊，整机似乎变成了一台纯黑色的手机。看到这里啊，肯定会有同学非常关心它和其他的旗舰机型颜值的对比啊，不要着急，我们稍后为你带来非常非常详细的，也许是目前市面上最为详细的多机型多旗舰的颜值对比，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我们抓紧进入系统啊，默认的壁纸呢是经典的这种徕卡的绿色，有一种军事风的感觉。MIUI 14的桌面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不再过多赘述。根据个人习惯，先看第三方程序，外面5个、13个，一共20个第三方程序，在我们以往测试的机型当中算是中等吧。浅色背景的情况下，来看一下整机的屏占比。由于呢侧边是这种磨砂银色的边框，所以等于从视觉上呢，对于边框的部分进行了一定的切割，而从黑边的 BM 区的区域呢，它的边框部分左侧、右侧明显收窄，上方呢更收窄一点，在下方呢会略宽一点，横向观察会更加的明显。那居中的镜头开孔不算大，整机的屏占比呢，应该在旗舰机型当中算是中规中矩。快速看一下整机的基本情况，首先显示部分分辨率啊，作为旗舰机型，当然是有更高分辨率的选择，除了2400×1080，最高呢到3200×1440。刷新率部分呢是60和120两档啊，这是小米的标准配置。对于视频以及不同的画面会有分辨率以及色彩的增强。通过显微镜放大能够看到是类钻石的排列，而且呢像素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声音部分，那声音部分的立体声的效果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音量非常的接近。震动部分呢也一直是MIUI调教的强项。指纹和人脸部分重点看一下。首先呢，指纹区域啊并不是特别向下，而是稍微偏上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手指在触摸的时候不用向下掰着用啊，基本上呢在比较舒适的位置就可以啊，这点是要给好评。因为目前多数的比较薄的机型啊会把指纹呢偏下，大概在这个位置。而小米这台机器我们刚才说了啊，比较厚一点啊，所以呢它指纹区域呢是偏上一点。然后呢，就是在握持的时候的一个舒适程度啊，我们看镜头部分大概在这个位置，而且占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握持的时候大概是1半左右。看一下解锁的情况，好，正常解锁速度是比较快。我们快速录入人脸2D 面部识别解锁，好，解锁速度很快。那我们遮挡嘴巴，好，遮挡鼻子。我们戴上现在出门的时候仍旧需要佩戴的口罩，基本遮挡脸部50%以上啊，都是可以解锁的。那我们下一步遮挡更多，包括鼻子之上鼻梁的部分，你觉得能否解锁的？觉得可以打1啊，觉得不能解锁打2。3、2、1。好，仍旧可以解锁。那即便是鼻梁的部分已经进行了比较多的遮挡，到这个位置它还是可以解锁的。那我们再迎来一个更加严酷的挑战，面部呢变成这种完全遮挡的眼镜部分，你觉得这回可以吗？啊，觉得可以打1啊，觉得不可以打2。3、2、1。好，这回不可以了啊。那么眼睛部分呢有大面积的遮挡，包括眉毛的部分都遮挡的情况下，那么它解锁呢就不再允许了。看起来呢，基本上小米是希望你在比较严苛的环境里边啊，需要防护的环境里边啊，仍旧可以进行解锁啊。也许户外摄影师也可以考量。重点的拍照部分，
点进来之后呢，还是我们熟悉的2种风格，一个呢是徕卡生动，明亮鲜活，另外一个呢是自然写实。在菜单选择方面，我们向下滑动呢，可以快速调用出更多的功能选项。也就是说呢，在你单手操作的时候啊，就可以调出，这比之前的还要更快。而且呢，向回滑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快速的返回。还有呢，就是在预览框里面明显会更亮。大家看到我的桌面这里边是一个黑色的皮质的桌面，但是呢，当我们在镜头预览的时候，它的亮度啊，明显是要比你看到的还会再亮一点。0.5倍的超广角，1倍、2倍、3倍。最大呢是到120倍的数字混合变焦。录像方面的参数呢，你可以快速调节到最高 8K 24帧，最高呢是录制6分钟。光圈部分呢是支持到最大 1.9 的大光圈。画幅、音源变焦啊、提词器等很多实用的功能，稍后咱们再做详细测试。看完了手机啊，别忘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次特殊套装内呢，还有专属的一套武器库啊，咱们一起来瞧一下。首先呢是保护壳，一看这个配色是徕卡经典的相机的这种军事风格的配色，它和我们的手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哦，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的风格就很像相机啊？徕卡军事风格相机的感觉。还不止呢，还有大家看到这边啊是有一个专属的手柄，这里有卡扣。那这一侧呢是有小米的 logo 的露出。那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柄和卡扣部分来做结合。OK， 这样就完成了。哇，这不就是一台徕卡相机吗？啊，当然这边是小米的 logo 啊。好，那么这里呢是有标准的这种变焦环、快门按键，这里呢还有锁定开关、无线摄影手柄。很多人可能都会感叹啊，这好多年没有拿起相机了。那有这样一套配置的话呢，就实实在在的拿起了相机，而且搭配了4枚镜头，再装上我们经典的挂绳。这样一套配置啊，确实能勾起很多人的经典的回忆啊！不止如此啊，那这个手柄呢还是具有充电的功能，在这边的 Type-C 接口。那除此之外呢，上方啊这也不仅仅是装饰，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可以安装额外的扩展配件啊。首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镜头圈啊、镜头盖的部分啊，里边还做了植绒的材质。我们还可以装配滤镜啊，包括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不同的场景的滤镜，比如说一些 ND 滤镜，越来越像了，是不是？滤镜之间啊，镜头环之间还可以进行组合，保护我们的镜头圈。它的每一个镜头环啊，都是按照这种我们说那种经典镜头的制造的感觉，工艺是比较精致的。套上之后，是不是就是一个相机的样子？我迫切想知道啊，这套配置单独售卖的话，你觉得出多少钱合适呢？另外，假如在下方再来一个43螺口啊，那就更像了，是吧？总之啊，这次小米完完全全就没做一台手机啊，你直接把它理解为小米做了个相机，还给你搭配了一个MIUI 14的手机功能就可以了。OK， 那咱们快速开箱看完了小米13 Ultra 啊，超大杯机型，那确实是够大杯的，是吧？那在影像部分呢，也绝对是目前小米所有能给你的啊，全都拉满，绝不是我们好久之前想象的，是不是只是联名了一个徕卡啊？并不是如此。你可以看到方方面面，从内到外，从软件到硬件到配件啊，这个部分都做到了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还是相当厉害的。如果你是喜欢曾经经典的徕卡相机，又或者是摄影发烧友的话，那这套配置啊，在配合小米本身的能力来说，是你不能错过的。OK 啊，这就是小米13 Ultra，那满分100，大家给它的第一印象打几分呢？